穿越到修仙界，别人不是绝世仙女就是恶毒女配，我竟成了一只秃毛乌鸦，这谁家的鸟啊？长得也太抽象了吧，身上一根毛都没有，粉红色的皮还皱巴巴的。我正对着水坑里的倒影怀疑人生，仙界的野狗怎么长得跟小牛犊子一样大？他们那是想吃我吗？他们分明是觉得我长得辣眼睛，想替天行道。快跑快跑快跑！我迈着2根火柴棍一样的细腿疯狂奔跑。啊，我该不会刚穿越就成了大自然的馈赠吧？万一被狗咬死，我绝对是史上撕得最窝囊的穿越者。就在我以为要命丧狗口的时候，砰的一声，我一头撞进了一个带着浓烈血腥味的怀里。滚开！一个沙哑又阴冷的声音响起。我抬头一看，等等，这人怎么看起来有点眼熟？这眉心标志性的红莲印记，这手里丝丝攥着的断节黑木剑，这不是我看过的那本《傲视9天》里的灭世大反派沈长渊吗？那个以后会把原著男女主骨灰扬了，把整个修仙界当成羊肉串烤的终极疯批大魔王。外面的野狗还在门外疯狂咆哮。沈长渊冷冷地瞥了我一眼，哪里来的丑鸟？这是在嫌弃我放着这么粗的一根筋大腿不抱，难道出去喂狗吗？就算他以后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现在也不过是个快饿死的小可怜。嘎嘎嘎！老板，给个工作机会，我包吃包住就行。沈长渊眉头微皱，似乎被我烦得不行。他艰难地从怀里掏出半个沾满泥土和血污的冷馒头，这是他今天拼了半条命才护下来的唯一口粮。他盯了我半晌，最终叹了口气，居然把冷馒头掰碎了，放在手心递到我面前。既然没人要你，以后我们就相依为命吧。哎呀妈呀，这大反派小时候怎么这么好骗？不对，是怎么这么让人心疼？这半个带血的馒头可是他全部的家当啊！我大口大口地吞着馒头馅，心里暗暗发誓，这波风头我干了。从今天起，你沈长渊就是我罩着的老板。而第一天上班，我就发现这个老板的处境比我想象的还要惨。天亮了，柴房的门被人一脚踹开。沈长渊，你死了没？几个穿着外门弟子服的狗腿子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带头的正是原著那个虚伪至极的男主，现在的内门大师兄顾星剑。顾星剑居高临下的看着地上的沈长渊，没事就起来试药。我想起来了，原著里顾星剑嫉妒沈长渊天生极品雷灵根，故意找各种炼废的毒丹给他吃，美其名曰是帮长辈试药，实际上就是想用毒药一点点摧毁沈长渊的灵根，最后据为己有。沈长渊死咬着牙，眼底满是屈辱和不甘，但他知道反抗的下场只会是被打得更惨。他颤抖着手去接顾星剑丢过来的那颗散发着恶臭的黑色毒丹，不能吃，吃了你的灵根就废了一半了。我急得嘎嘎大叫，眼看毒丹就要送进沈长渊的嘴里，我不知哪来的力气，一口就差这一口，我直接从他手里把那颗毒丹抢过来，咕噜一声吞进了肚子里。全场四季，所有人都懵了。顾星剑愣住了，哪里来的司徒鸟，连毒药都抢着吃。沈长渊瞳孔骤缩，猛地伸手捏住我的鸟嘴，急红了眼，吐出来，快吐出来，你会死的。沈长渊的声音都在发抖，这是他活了10几年唯一一个愿意靠近他，甚至为了保护他连毒药都替他吃的活物。虽然丑，但这是他的鸟啊，看他急成这样，我心里还有点小感动。可是这毒药怎么感觉有点好吃，不仅一点也不苦，反而像草莓味的跳跳糖。我不仅没觉得肚子痛，反而觉得浑身暖洋洋的，没忍住，我当着众人的面打了个响亮的嗝。嘎好吃，还有没？顾星剑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真是一只邪门的丑鸟。今天算你们命大，明天我带更毒的来。几个人骂骂咧咧的走了。柴房里重新恢复了四季，沈长渊紧紧抱着我，手足无措。他以为我刚才那个嗝是在回光返照。你别似丑鸟，你千万别似。这大反派怎么还哭上了呢？我真的没事啊。突然发现我原本皱巴巴粉红色的皮肤上，竟然因为那颗毒丹的滋养，冒出了一根极细的赤金色绒毛。难道说这毒药对我来说根本不是要命的毒物，而是能帮我打通任督二脉的十全大补丸？这可把沈长渊吓坏了，他以为我毒发身亡了，抱着我哭坐了一整夜，甚至我都听见他在那儿偷偷抹眼泪，一边哭还一边咬牙切齿。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我一定要杀光他们。大哥，老板，我只是吃饱了犯困啊，大可不必这么早就觉醒大反派的灭世台词。等到半夜，我终于睡醒了，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沈长渊靠在柴堆上，已经疲惫地睡了过去，喉咙里突然涌起一阵奇怪的感觉，有点痒又有点热。我本能地往旁边破破烂烂的缺口粗瓷碗里一吐，吧嗒，一滴散发着淡淡异香、闪烁着微弱金光的液体落进了浑浊的水里。这是啥？我盯着水碗里那滴瞬间将浑水净化的清澈见底的液体，鸟眼瞪得溜圆。难道我把那颗毒丹里的毒性全都吸收消化了，然后把里面最精纯的灵气提炼了出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古籍里记载，只有上古神兽才能吞噬万物，反哺纯粹
粹的灵气。我兴奋地在沈长渊的胸口蹦跶了2下，看着他苍白的脸，我果断用鸟喙叼起那只破碗，一点点凑到他嘴边。老板大郎该喝药了，不是，老板该喝十全大补汤了。微甜的水顺着他的唇角流进去，奇迹发生了。沈长渊紧皱的眉头瞬间舒展，他断裂的肋骨发出一阵细微的咔咔声，竟然在肉眼可见的愈合，就连他原本枯竭的灵脉也隐隐泛起了一层莹润的光泽。沈长渊猛地睁开眼，他不敢置信地摸了摸自己的胸口，不疼了，而且体内似乎有一股极其强大的灵力在游走。他猛地转头看向我，又看了看旁边那个空了的水碗，他一把将我捧起来，眼神震。从今以后，我的命就是你的，谁若想动你，除非踏过我的尸体。第二天一早，那个该死的送货员顾新建又来了，这次他带了2个跟班，手里拿着一个散发着幽绿光芒的瓷瓶。沈长渊命挺硬啊，昨天那颗蚀骨丹都没吃死你，今天这颗噬魂散可是我特意从丹药房偷拿的废丹，给我撬开他的嘴。2个跟班立马冲上来，死按住沈长渊。顾新建得意洋洋地倒出一颗绿油油的毒药，朝着沈长渊走去。沈长渊目眦欲裂，拼命挣扎滚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故技重施，一个猛子扎过去，鸟会精准地在半空中接住那颗毒药，咕噜吞下肚。咂吧咂吧嘴，这次是薄荷味的，还带点清凉感，爽！顾新建傻眼了，2个跟班也傻眼了，这4鸟又抢毒药吃，顾师兄，这鸟是不是饿疯了？什么都吃啊！顾新建气急败坏，拔出腰间的长剑就要砍我，我今天非宰了你这只畜生！沈长渊猛地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一把挣开跟班，次将我护在身下。顾新建，你敢动他试试？因为昨晚喝了我的神仙口水。沈长渊此时体内的灵力已经恢复了大半，他这怒吼一声，竟然带着隐隐的威压。顾新建被震得后退了半步，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好，你们这对废物主宠，我看这鸟能吃多少。明天我把炼丹房的废丹全拿来，毒不死这只鸟，我就不信邪了。顾新建气呼呼地带着人走了，我在沈长渊怀里激动得差点笑出声。好耶，自助餐券拿到了，而且还是不限量供应的毒药自助餐。接下来的半个月，我们柴房每天都会上演极其诡异的一幕。顾新建气势汹汹地来送毒药，我迫不及待地飞过去抢着吃。顾新建气得跳脚，继续加大剂量，我吃得津津有味，顺便点评一下今天是麻辣味还是自然味。一来二去，顾新建人都麻了，这到底是个什么鸟啊？百毒不侵吗？他当然不知道。这半个月里，我靠着吃他送来的废丹，身上那层恶心的粉红皮肤早就退干净了。不仅如此，我每天晚上都会按时往沈长渊的水杯里吐口水。这半个月的填鸭式投喂，让沈长渊这个极品雷灵根彻底迎来了大爆发。他从一个毫无修为的废人，直接跨越了炼气期，隐隐有了突破筑基期的征兆。但他极其聪明，知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他每天还是装出一副病恹恹、随时会死的样子。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会坐在柴房里，温柔地抚摸着我光洁的羽毛白白。这是他给我取的名字，虽然我一点都不白。再忍一忍。他的眼底闪过一丝属于反派魔尊的阴宠与狂热。过几天就是宗门秘境开启的日子，到了那里，我就会把这些年他们欠我的连本带利全讨回来。等我拿到秘境里的宝物，我就给你打一个纯金的笼子，好不好？宗门秘境试炼，这是傲视9天这本书里第一个大高潮。也就是在这个秘境里，顾新建会设下绝杀大阵，彻底撕破脸皮，准备强行挖出沈长渊的极品雷灵根。而沈长渊也是在这次秘境中，因为灵根被毁掉一半，彻底黑化堕入魔道，想挖我老板的灵根。顾新建，你怕是不知道4字怎么写。我猛地站起。2天后，宗门秘境准时开启，所有外门和内门弟子齐聚在广场上。沈长渊穿着一身洗得发白，到处是补丁的道袍，孤零零地站在人群最后面，而我就大摇大摆地蹲在他的肩膀上。周围传来一阵阵嘲笑声。快看，那个废物还带只鸟来参加试炼。什么鸟啊？半个月前还是只秃毛乌鸦，现在怎么长出金毛了？估计是染的吧。废物配丑鸟，绝配啊！哈哈哈。顾新建在一群狗腿子的簇拥下走了过来，他看沈长渊的眼神已经像是在看一个4人了。附近压低声音，你的雷灵根我今天预定了。沈长渊面无表情，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但我明显感觉到他肩膀上的肌肉瞬间绷紧，隐隐有雷光在皮肤下流窜。我的小火爆脾气也上来了。预定，我直接一口火星子啐在顾新建的脸上，噗！极其微小的一簇红色火苗，直接烧焦了顾新建的一大撮刘海。哎呦，我的头发！顾新建惨叫一声，连忙扑腾拍打，周围的弟子吓了一跳，谁也没想到一只鸟居然会吐火。沈长渊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笑意，伸手安抚地摸了摸我的背，干得漂亮！秘境的大门缓缓打开，一道幽蓝色的光芒将所有人笼罩。我深吸了一口气，来吧，修仙界的盲盒副本，看老娘怎么在里面大杀四方，重整职场风气。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今天也别想动我的带薪休假金饭碗。一阵天旋地转后，我们被传送到了宗门秘境内部，这里的气
气温低得吓人，四周全是1人多高的黑色枯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的瘴气。白白抓紧我，沈长渊反手抽出了那把断了一截的黑木剑，将我塞进他宽大的道袍领口里，只露出一个小脑袋。别人进秘境都是3、5成群，结伴打怪找宝箱，但沈长渊是孤狼玩家。原著里绝命谷里藏着这个秘境最大的机缘，但我们刚走到谷口，四周的空气突然诡异的扭曲起来，咣！一道刺眼的血红色光柱冲天而起，直接将我们周围方圆100米的空间彻底封死。绝杀大阵，我心里咯噔一下，坏了，该来的还是来了。枯草丛中，顾新建带着10几个内门精锐弟子，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沈长渊，别白费力气了，这是5阶的锁魂绞杀阵。顾新建脸上再也没有了平日里伪善的笑容，满是狰狞与贪婪。今天就算是掌门来了也救不了你，乖乖把你体内的极品雷灵根挖出来给我，我兴许还能留你一具全尸。沈长渊停下脚步，冷冷地看着他们，他的眼神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反而透出一种看似人的极度疯狂。顾新建，你以为我还是半个月前那个人你们踩在脚底下的废人吗？话音刚落，沈长渊猛地抬头，眉心的红莲印记爆发出刺目的血光，轰隆！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乌云密布，水桶粗的紫色天雷轰然劈下，直接缠绕在他的断剑上。这一刻，他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小可怜，他是初露锋芒的绝世杀神。什么？顾新建吓得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雷系法术，你不是经脉全断了吗？你怎么可能恢复修为？不仅恢复了，这起码是筑基中期的威压。沈长渊根本不跟他废话，提着缠满雷电的断剑，如同鬼魅般杀入人群。啊！惨叫声瞬间响起，10几个内门精锐在沈长渊面前简直就像切菜一样，一见一个小朋友。我在他衣领里探出头，激动的狂挥翅膀。老板牛逼，老板威武，老板杀疯了，糟了！顾新建见势不妙，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他猛地从储物袋里掏出一颗核桃大小、散发着浓烈黑气的珠子。沈长渊，这是你逼我的，今天就算毁了你的灵根，我也要你死！他将那颗珠子猛地拍进阵眼，轰！那是什么东西？我鸟眼一瞪，原著的剧情再次在脑海中疯狂闪过，那是9幽万毒珠，秘境里最恶毒的法宝，里面蕴含着成百上千种剧毒瘴气，一旦引爆，阵法内寸草不生。原著里顾新建就是用这玩意儿暗算沈长渊的。黑色的毒瘴瞬间如海啸般爆发，填满了整个阵法空间。沈长渊挥剑斩出雷霆，但雷电触碰到毒瘴，竟然被瞬间吞噬。沈长渊，在万毒珠面前，你就算有通天的本事，今天也得化成一滩血水。顾新建站在阵法外，疯狂大喊。沈长渊脸色大变，拜拜！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猛地转过身，用自己毫无防备的后背挡住了那股致命的毒烟，将我死死护在怀里。噗！沈长渊猛地喷出一大口黑血，单膝跪倒在地，他的背上已经被腐蚀的血肉模糊，深可见骨。那一刻，他眼底的理智终于彻底崩断，一股极其恐怖、阴暗的黑色魔气开始从他体内疯狂溢出。黑化，他在强行燃烧元神，准备堕魔拉所有人同归于尽，不许死，谁也不能碰我的鸟！他死死抱着我，声音嘶哑的像野兽的呜咽，我的心瞬间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住了一样。你个沙子老板，我是百毒不侵的啊，你挡什么挡啊？眼看万毒珠释放出最强的一波黑色毒龙，准备将沈长渊彻底吞噬，我再也忍不住了。去你大爷的原著剧情，去你大爷的绝杀大阵！我猛地从沈长渊怀里挣脱出来，迎风而起，朝着半空中那颗最核心的9幽万毒珠像颗子弹一样冲了过去。白白回来！沈长渊绝望的大吼。顾新建看着我的举动，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这蠢鸟是在找四，那可是万毒珠，碰一下就会神魂聚。顾新建的灭字还没说出口，我张开鸟喙，一口咬住了那颗黑漆漆的珠子，然后咕噜咽下去了。吧唧吧唧嘴，咦，这次居然是黑巧克力爆浆口味的，里面还带点薄荷的夹心，真香！全场4季，风停了，毒瘴消失了，沈长渊也呆住了，跪在地上，连身上的魔气都忘了往外放。下一秒，我感觉肚子里像吞了一颗原子弹，轰隆！极度狂暴的灵气瞬间冲破了我的七经八脉，我原本小巧的身体里爆发出了一股直冲云霄的赤金色神火，火焰瞬间吞噬了周围的黑草，将整个天空染成了绚烂的晚霞色。在这毁天灭地的火光中，一声清越高亢，足以震碎所有人灵魂的凤鸣响彻秘境。立天空中，一只展翅足有100米长，尾羽拖拽着流光神火的上古神兽虚影缓缓浮现。9天玄凤，万禽之王，上古神灵顾新建和那群跟班直接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甚至有人当场吓尿了裤子。神兽在这震撼的神火中，我的身体开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小鸟的骨骼拉长，羽毛
化作了极其华丽的红金色流仙裙。我终于从一只鸟变成了一个人，而且是一个美到我都想给自己磕头的大美人。我赤着脚踩在半空的火焰台阶上，缓缓飘落，一头瀑布般的黑色长发及腰，眉心有着和沈长渊极其相似的赤色羽毛神纹。我活动了一下久违的手脚，扭了扭脖子，爽做人的感觉真他妈爽。我落在呆若木鸡的顾星剑面前，看着他那张欠揍的脸，我二话不说，直接抬起脚，几颗带血的牙齿直接飞了出去，整个人像个破麻袋一样飞出10几米远，砸碎了身后的巨石。一群杀叉，我双手叉腰，指着地上这群瑟瑟发抖的内门精锐，破口大骂：连老娘养的长期饭票你们也敢动？不知道老娘为了把他养胖一点吐了多少口水吗？敢碰他一根汗毛，老娘今天把你们全烧成舍利子！那眼神里有震撼，有迷茫，还有一种极其脆弱的小心翼翼。这傻小子估计是被我美貌和气场给震傻了。我叹了口气，蹲下身，伸出白皙的手，心疼地戳了戳他脸上的伤口。怎么被打傻了？不认识你老板娘？不是，不认识你老大我了。沈长渊颤抖着伸出手，沾满鲜血的手指停在半空中，我脸上的心疼瞬间裂开，我猛地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咬牙切齿：你再叫一句丑鸟试试，信不信老娘现在就扣你这个月的零花钱？沈长渊先是一愣，随后他看着我气急败坏的脸，眼底的魔气瞬间消散得干干净净，一抹极其灿烂极其温柔的笑意在他那张战损的绝世容颜上绽放开来。他反手一把将我紧紧抱进怀里，把头埋进我的颈窝，贪婪地深吸了一口我身上的火焰气息。白白，你真好看。完了，大反派不仅学会夸人了，他这个抱抱怎么还带点撒娇的意味呢？被沈长渊这么紧紧抱着，我原本想挣扎一下的，但这小子的胸膛又宽厚又温暖，而且他刚为了护我伤得那么重，我突然就舍不得推开他了。我像个老妈子一样拍了拍他的后背。行了行了，别抱了，再抱你背上的血都要把我这身新裙子染成暗红色了。沈长渊乖乖地松开手，但眼神还是像强力胶一样粘在我身上。那眼神怎么说呢？就像一只饿了10年的狼，终于看到了一块香喷喷的肉骨头。我被他看得浑身发毛，赶紧转移话题，转身走向那边已经被我一脚踹得半死不活的顾星剑。刚才不是很嚣张吗？怪，我冷笑一声，老娘是上古9天玄凤，你这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瞎了你的狗眼。我抬起手，掌心燃起一团金色的神火，刚才吞了那颗万毒珠，我体内的灵力现在充沛的简直要爆炸，正愁没地方发泄呢。既然你这么喜欢玩毒药，那我也让你尝尝被废的滋味。顾星剑瞳孔骤缩，拼命往后爬。不，你不能动我，我是宗门大长老的亲传弟子，你动了我，整个太玄宗都不会放过你的。太玄宗沈长渊冷冷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他提着那把带血的黑木剑缓缓走到我身边。这一刻，他身上的气场完全变了，不再是那个隐忍蛰伏的小可怜，而是真正展露出了未来魔尊的睥睨与狂傲。白白，别脏了你的手，我来。沈长渊抬起剑，毫不犹豫地挥下。伴随着极其凄厉的惨叫，顾星剑的丹田被一道雷光瞬间击碎。他引以为傲的修为，他作威作福的资本，在这一刻彻底化为乌有。你们废了我的灵根！顾星剑绝望地瘫在地上，像一滩烂泥。周围那群跟班更是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下一个就轮到自己。我满意的点点头，老板终于支棱起来了。这种杀伐果断的性格，才配得上我辛辛苦苦的栽培吗？走，回宗门。沈长渊收起剑，极其自然地牵起我的手。回宗门干嘛？咱们不是应该远走高飞，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当山大王吗？我可是有带薪休假计划的。沈长渊嘴角勾起一抹危险的弧度。这些年他们欠我的还没还清，既然你现在是9天玄凤，那我也该回去把该拿的东西拿回来了。老板这是要回宗门夺权啊，刺激带感我喜欢。于是在秘境试炼结束的这一天，整个太玄宗见证了他们有史以来最震撼也最丢脸的一幕。宗门大殿前，掌门和各位长老正坐在高台上，等着弟子们满载而归。结果传送阵光芒一闪，10几个内门精锐弟子连滚带爬的摔了出来，一个个哭爹喊娘，最后出来的是被人抬着的，已经成了一个废人的顾星剑。大长老一看自己最得意的亲传弟子成了这副鬼样子，差点气得当场脑溢血。是谁？是谁敢伤我徒儿？是我！一个清冷的声音从半空中传来，所有人抬头望去，只见天空中一男一女凌空而立，男的一身破旧道袍，却难掩绝代风华，眉心红莲妖异，周身雷霆环绕，犹如9天战神；女的一袭红衣如火，容貌倾城，脚踏虚空，每走一步，脚下便生出一朵金色的火焰莲。沈长渊，你不仅恢复了修为，还突破了筑基期，而且看这威压，隐隐有逼近金丹期的架势。但这都不是最恐怖的，掌门的目光死死盯着我，声音都在发抖。这位前辈是？他显然看出了我身上那股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上古神兽气息。我双手抱胸，居高
高临下的看着他们。我是沈长渊的靠山，今天来是来跟你们算总账的。大长老气急败坏的指着沈长渊，孽障，你竟然勾结妖修，残害同门！掌门立刻开启护宗大阵。你们宗门那个破护宗大阵，还是几千年前老娘的曾祖父教你们开山祖师摆的。全场四季，掌门扑通一声就跪下了。神尊息怒，修仙界实力为尊，一个活生生的上古神兽，别说一个太玄宗，就算是整个修仙界的高手加起来，也不够我一口神火喷的。这是降维打击啊！沈长渊缓缓降落在大殿前，他看着跪满了一地的昔日高高在上的长老和掌门，眼中闪过一丝嘲讽。掌门，从今日起，我沈长渊退出太玄宗。顾新建过去3年抢我的丹药，克扣我的灵石，今日他废了灵根，算是两清。至于你们，沈长渊指尖雷光闪烁，一剑斩断了太玄宗那块象征传承的白玉牌匾。自此以后恩断义绝，霸气帅爆，不愧是我看中的大反派。这逼装的我给满分。我飘回他身边，极其配合地挽住他的胳膊。走吧，老板，去哪吃顿好的庆祝一下你重获新生。沈长渊转头看着我，眼底的寒冰瞬间化作了一汪春水。听你的。然而就在我们准备潇洒离去的时候，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毫无征兆地黑了下来，一股极其恐怖，仿佛要将整个世界碾碎的威压从9天之上轰然降临。怎么回事？天怎么黑了？底下的修士们惊恐地看着天空，我心里猛地一沉，一种极其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入的剧情天道，终于发现剧情出现了不可修复的严重偏离。顾新建废了，男主光环碎了，而本该在这个秘境中彻底黑化，成为最终 BOSS 的沈长渊，却因为我的介入，不仅没入魔，还跑偏成了一个谈恋爱的爽文大男主。天道一时怒了，他要抹杀这个试图偏离轨道的艺术。轰隆，第一道雷劫没有丝毫预兆，直奔沈长渊的头顶劈下。老板小心！我一把推开沈长渊，反手甩出一道神火结界，挡住了这致命一击。结界剧烈摇晃，我被震得后退了好几步，气血翻涌。好霸道的雷劫，这是铁了心要沈长渊的命啊！沈长渊被我推开后，立刻意识到了不对劲。他看着天空中那只由雷电凝聚而成的巨大天道之眼，那只眼睛里充满了冰冷无情的杀机。沈长渊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突然笑了，笑得有些绝望，又有些释然。拜拜！他突然转头看向我，眼底闪烁着某种决绝的光芒。原来我生来就是个错误，老天爷从来没打算让我活下去。他身上那股好不容易被我压下去的魔气，在天道雷劫的刺激下，竟然又开始不受控制的翻滚起来。不许胡说！我急得大喊，有老娘在，谁也收不走你的命。沈长渊却摇了摇头，他握紧了拳头，身上的雷光和魔气交织在一起。这雷劫是冲我来的，白白，你走吧。他说着，竟然转过身，准备迎着那毁天灭地的雷劫冲上去，打算自爆元神来换取我的一线生机。我当场就炸毛了，老娘辛辛苦苦把屎把尿，不是辛辛苦苦吐口水喂大的白菜，你想就这么送死？你当老娘这9天玄凤是吃素的吗？眼看沈长渊竟然想自爆元神去扛雷劫，我气得差点当场心梗。沈长渊，你给老娘站住！你脑子进水了还是被雷劈傻了？老娘风头了你这么久，本都还没回呢，你想强行解约去嗣，问过我同意了吗？沈长渊被打懵了，身上的魔气都停滞了一下，他愣愣地看着我，眼眶发红。可是白白，那是9天诛魔雷劫，天道要杀我，我逃不掉的，我不能连累你。连累个屁！我指着天上那只越发明亮、充满威压的雷电巨眼，破口大骂：什么狗屁天道，不就是看你长得帅又有天赋，怕你抢了那个废柴顾新建的风头吗？老娘今天还就告诉你了，这修仙界的规矩他说了算，但你的命老娘说了算。我深吸一口气，体内的赤金神火轰然爆发，瞬间冲破了天际的乌云。吼力伴随着一声撕裂苍穹的凤鸣，我直接在沈长渊面前显化出了9天玄凤的完全体真身，上百米长的赤金双翼遮天蔽日，每一根灵羽都燃烧着能够焚毁万物的涅槃之火。那股独属于上古神明的高贵与霸气，直接将底下的太玄宗众人压得趴在地上，连头都抬不起来。沈长渊上来，我口吐人言，声音如洪钟大吕，震彻天地。沈长渊仰头看着我巨大的神兽本体，眼底的绝望彻底被一种极其疯狂的炽热所取代。既然他的神明都不愿放弃他这贱命一条，又有何惧？好，沈长渊纵身一跃，稳稳地落在了我宽阔的脊背上。他双手握紧断木剑，浑身的雷系凌厉，毫无保留地注入剑身。那柄断剑竟然在雷光的重塑下，延伸出了耀眼的紫色剑芒，宛如一柄诛仙神器。天道巨眼似乎被我们这极其狂妄的挑衅彻底激怒了，轰隆隆，成百上千道紫黑色的天雷如同暴雨般倾泻而下，每一道都带着抹杀一切法则的恐怖力量。坐稳了，
我双翼一震，迎着漫天雷霆，犹如一颗逆行升空的赤色流星，直冲云霄。砰砰砰，天雷劈在我的神火结界上，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哪怕我是上古神兽，面对这种程度的天罚，也感到了一丝吃力。但这只会激发我骨子里的凶悍，区区雷劫也想劈死老娘的人，给我破！我张开巨大的鸟喙，一口最精纯的涅槃神火喷涌而出，金色的火柱直接将劈面而来的10几道天雷烧成了虚无。背上沈长渊也彻底杀红了眼，他借着我的速度，每一次挥剑都能精准地斩断一道雷电。那一刻，他宛如真正的九霄雷神，与天争秘。天道巨眼愤怒了，他开始疯狂汇聚所有的力量，准备降下最后也是最强的一击。一道足有数十丈宽的漆黑雷柱在云层中成型，那上面带着不可抗拒的四王法则摆摆。沈长渊察觉到了这致命的威胁，大吼一声：“我来挡！”他想从我背上跳下去硬扛，你给我老实待着！我用神力将他死死压在背上，眼神发狠。这最后一道雷，如果硬扛，就算我们侥幸不死，也得脱层皮。但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极其骚的操作。天道老儿，你既然这么喜欢劈，那我就给你找个好靶子。我猛地一个俯冲转弯，目标直指下方大殿前正趴在地上瑟瑟发抖的顾星剑。顾星剑本来就已经被废了，此时看到我带着漫天雷劫朝他冲过来，吓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你想干什么？你不要过来啊！我当然不过去，但在距离他还有几十米的时候，我用翅膀掀起一阵狂风，直接把顾星剑像个沙包一样卷到了半空中。然后我迎着那道最粗的黑色雷柱，精准地把顾星剑抛了过去。天道老贼看清楚了，这是你选的男主，有种你就连他一起劈死半空中。顾星剑惊恐尖叫的声音响彻云霄。天道巨眼显然卡壳了，这是原著气运之子啊，剧情的绝对核心，要是把他劈死了，这世界法则就彻底乱套了。原本狂暴的雷柱瞬间解体，化作了漫天消散的灵光。那只天道巨眼极其憋屈，极其愤怒地瞪了我一眼，然后在保全男主和弄死沈长渊之间，无奈地选择了前者。云层迅速退散，阳光重新洒落在太玄宗的废墟上。天晴了，我们赢了！嘎嘎嘎！我得意地笑出了乌鸦叫，重新化作人形，带着沈长渊轻盈地落在地上。半空中躲过一劫的顾星剑啪叽一声摔在地上，彻底晕死过去。沈长渊定定地看着我，刚才那一场毁天灭地的对抗耗尽了他最后的一丝力气，他突然双膝一软向前扑倒。沈长渊把头埋在我的颈窝，温热的呼吸打在我的锁骨上。他没有说话，只是极其用力地收紧了抱着我的双臂，仿佛想把我揉进他的骨血里。他的身体还在微微发抖。良久，他闷闷的声音传来：“白，你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都只能是我的，我这条命是你强行留下的，你必须负责到底。”哎呦喂，这大反派不仅学会了碰瓷，还学会强买强卖了。我无奈地叹了口气，伸手顺了顺他的头发。行，负责到底。不过在那之前，老板，我们是不是该考虑一下以后的生计问题？你现在可是个光杆司令，老娘跟着你，总不能顿顿吃土吧？沈长渊抬起头，那张极其俊美的脸上终于露出了这10几年来最发自内心的一个笑容。我满意的点点头，不错，很有魔尊的潜质。那我们第一站去哪？沈长渊看着远方连绵的山脉，眼底闪过一丝金光。听说北海有龙宫，那里宝贝最多。我眼睛一亮，走，打劫龙宫去。从那天起，修仙界少了一个饱受欺凌的可怜反派，少了一只天天吃毒药的丑鸟，多了一对让全修仙界闻风丧胆的雌雄双煞，一个雷系法术出神入化、杀伐果断的俊美魔尊，一个一言不合就放火烧山、脾气极其暴躁的绝美神凤。原著的剧情早就被我们打得连他妈都不认识。既然决定了去北海龙宫进货，沈长渊立刻展现出了他身为未来大反派极高的执行力。我们并没有御剑飞行，因为他那把木剑实在有点破，而且我这只9天玄凤在人只收天价出场费。于是沈长渊极其缺德的去太玄宗的灵兽园，顺手借走了一头日行万里的5阶云雷豹。说是借，其实也就是把看守灵兽园的弟子打晕，然后把豹子揍了一顿，豹子就含着泪当了我们的座驾。一路上风景极好，我像个没有骨头的软体动物一样瘫在云雷豹毛茸茸的背上，嘴里嚼着沈长渊刚从路边某百年灵树上摘下来的千年灵果。老板，你这手法越来越熟练了。我看着他利落的将一枚刚借来的极品灵石塞进我的空间戒指里，忍不住夸赞。沈长渊做的笔挺，替我挡住迎面吹来的罡风。他侧过头，眼底带着一丝纵容的笑意，只要白白喜欢，这天下所有的好东西我都会拿来给你。哎呀，听这霸总发言，如果不是知道他现在全副身家就只有这头抢来的豹子和这枚刚顺来的灵石，我差点就信了。不过没关系，养成系反派的快乐就在于此。对了，老板，我们去龙宫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我吐掉果核，随口问道。原著里北海龙宫可是个硬骨头，老龙王脾气暴躁，而且富得流油，龙宫里更是机关重重。北海龙王生性贪婪，最喜收集天地奇珍，我们不需要硬闯。他顿了顿，突然转头看向我，眼神有些微妙。听说龙族对带有上古神兽气息的宝物毫无抵抗力，我心里涌起一股极其不祥的预感。
感。你想干嘛？沈长渊轻咳了一声，破天荒的有些耳根发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双手抱胸，气鼓鼓的转过头，简直是倒反天罡。员工居然敢觊觎老板娘的羽毛，不用拔就掉下来的也可以，我用它去换龙宫里最好的九海夜明珠，给你当弹珠玩，好不好？口气，算了，谁让它是我的长期饭票呢？我变回本体的一小部分，在翅膀尖上找了半天，终于忍痛揪下了一根快要自然脱落的金色绒毛，拿着，换不到好东西。看老娘不喷火烧了你的头发！5天后，北海之滨，这里波涛汹涌，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沈长渊换上了一身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黑色锦缎暗经纹长袍，那张脸更是俊美的不像话，活脱脱一个富家贵公子的模样。而我则变成了一只巴掌大的小火鸟，极其熟练地钻进他宽大的袖口里，只露出半个小脑袋。龙宫的入口在海底漩涡里抓稳了，沈长渊低声嘱咐了一句，随后拿出一张避水符，直接跃入海中。一路下潜，五颜六色的珊瑚，发光的深海鱼怪，海底世界比我想象的还要壮观。很快，一座金碧辉煌、极其骚包的水晶宫殿出现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北海龙宫。宫殿门口，2排虾兵蟹将手持长戟，威风凛凛地站着。站住！什么人敢擅闯北海龙宫？一只脸盆那么大的螃蟹精举着大钳子拦住了我们。沈长渊停下脚步，神色极其高傲冷漠，他连正眼都没看那只螃蟹，只是淡淡的突出几个字：去告诉你们龙王，有上古神兽的遗物，想与他做笔交易。若是晚了，这等机缘我就送给南海龙王了。说完，他极其自然地释放出一丝我那根羽毛上的神兽气息。那股气息虽然微弱，但对于这些水族来说，无异于血脉上的核弹打击。刚才还嚣张的螃蟹精瞬间趴在了地上，钳子都在发抖。上古神兽，贵客稍等，小将这就去通报。螃蟹精连滚带爬地跑进了龙宫，不到半炷香的功夫，伴随着一阵极其夸张的仙乐，一个头顶长着2根龙角、穿着金龙袍的老头，在一群蚌壳精的簇拥下，急匆匆地迎了出来。这就是北海龙王。哎呀呀，贵客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老龙王两眼放光地盯着沈长渊，鼻子不停地抽动，显然是闻到了我羽毛的香味。快里面请！沈长渊依旧是一副高深莫测的高冷模样，微微点头，跟着老龙王走进了龙宫大殿。一进大殿，我就被里面的珠光宝气闪瞎了眼，拳头大的夜明珠像不要钱一样镶在墙上。沈长渊安抚地拍了拍袖口，在客座上坐下。老龙王搓着手，急不可耐，敢问公子，您刚才说的那上古神兽的遗物？沈长渊也不废话，直接将那个玉盒放在了桌上，轻轻打开了一道缝隙，瞬间一股精纯至极的赤炎神火气息弥漫了整个大殿。老龙王的眼睛瞬间瞪得像铜铃，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这是传说中9天玄凤的真语。龙族属水，虽然强大，但最怕天劫雷火。如果能吸收这根神凤真语里的纯阳之火，老龙王绝对能突破瓶颈，实力大增。公子，这宝贝您打算怎么换？灵石、法宝，还是我这龙宫里的绝色棒女？老龙王激动的声音都在打颤。沈长渊冷冷一笑，我不缺灵石，对棒女也没兴趣。他手指有节奏的敲击着桌面，缓缓开口，我只要3样东西。第一，北海海底那块镇海神铁。第二，你龙宫宝库里那株万年化形草。子，您这是在开玩笑吧？镇海神铁那是我北海的镇眼，那化形草更是绝技的奇珍，更别说我这满墙的极品夜明珠。您这一根羽毛，胃口未免也太大了些。老龙王虽然贪婪，但并不傻，他脸色一沉，龙宫里的气压瞬间骤降，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巡海夜叉瞬间将沈长渊团团包围。既然公子没有诚意做交易，老龙王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杀意，那这神凤真语，老夫就只能笑纳了。这是要强啊！我在袖子里翻了个白眼，不愧是修仙界，一言不合就黑吃黑。但老龙王显然挑错了对象，他要是知道这根羽毛的主人就在沈长渊袖子里，借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这么嚣张。沈长渊面对包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他端起桌上的茶盏，轻轻抿了一口，眼中雷光乍现。龙王，我刚才是在跟你做交易，但如果你拒绝，那我只能硬抢了。话音刚落，轰隆，整个龙宫大殿剧烈的震颤起来。轰隆，巨大的水压和雷霆之力在龙宫大殿内轰然对撞，原本金碧辉煌的水晶穹顶瞬间布满了蜘蛛网般的裂痕。老龙王被这突如其来的强悍威压震得后退了2步，头顶的龙角都在发颤。筑基巅峰不对，你这雷法怎么带着天劫的气息？老龙王惊疑不定地盯着沈长渊，他活了几千年，什么样的天才没见过？但眼前这个黑衣青年体内爆发出的雷系灵力纯粹到令人发指，甚至隐隐带着一丝能够毁灭一切的寂灭天威，那是之前硬刚9天诛魔雷劫时，沈长渊在生死边缘领悟吸收的一丝天道法则。狂妄小儿，就算你天赋异禀，在这深海之中，也是我龙族说了算。老龙王怒吼一声，给老夫拿下！几十个金丹期的巡海夜叉挥舞着长戟，如同黑色潮水般向沈长渊扑去。面对如此悬殊的人数差距，沈长渊甚至连站都没站起来，他只是将手中的茶盏重重往桌上一顿，破咔嚓，伴随着极其刺耳的雷鸣，一道水桶粗的紫色雷电从
从他指尖爆发，瞬间化作一条咆哮的雷龙，在夜叉群中疯狂肆虐。啊！惨叫声此起彼伏。深海最怕雷电导电，那群金丹期的夜叉在碰到雷光的瞬间，直接被电得浑身焦黑，散发出一股浓烈的烤海鲜味，像下饺子一样噼里啪啦倒了一地。这简直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我在袖子里咽了咽口水，好家伙，刚才那一招雷龙出海，沈长渊起码有金丹中期的杀伤力了。这大反派的成长速度果然是做了火箭啊！老龙王见手下瞬间团灭，气得胡子都翘了起来，竖子赶耳。他猛地显化出半人半龙的战斗形态，干枯的手爪化作巨大的青色龙爪，带着撕裂空间的水流，直奔沈长渊的咽喉抓来。元婴期的威压轰然降临，砰！灵力相撞的冲击波直接将大殿里的珊瑚桌椅全部搅碎，但他眼底没有丝毫恐惧，反而燃烧起一种极其疯狂的战斗欲望。这就不行了，哼！交出神凤真羽，老夫留你全尸！老龙王得意的大笑，准备乘胜追击。哎呦喂，这老泥鳅是在逼我出手啊！我本来想让沈长渊多历练历练，但眼看老龙王要下4手，我还能惯着他老娘的员工，只有老娘能欺负沈长渊。让开！我在他袖子里大喝一声，沈长渊极其默契的一个侧身闪现，下一秒轰，一团炽热无比的赤金色火球从他宽大的袖口中喷涌而出。在这冰冷的深海之中，这团神火不仅没有被海水熄灭，反而越烧越旺，直接将周围的海水瞬间蒸发成了大片的高温蒸汽。哎呦，什么东西好烫！老龙王被突如其来的神火烧了个正着，那高温直接点燃了他引以为傲的青色龙须。不到半秒钟，小火鸟消失了，一袭红衣容貌倾城，脚踩金色火莲的上古神尊极其拉风的降落在龙宫大殿的中央。我一撩裙摆，极其霸气的一脚踩在那张用万年暖玉雕刻成的龙椅上。四泥鳅，你刚才说要留谁的全尸？全场再次四季。地上打滚的老龙王连身上的火都忘了扑灭，瞪着一双铜铃大的龙眼，像看鬼一样看着我。你是那根羽毛的主人？废话，这浓郁到几乎凝结成实质的上古神兽威压，除了老娘还能有谁？我冷笑一声，打了个响指，那根原本放在桌上玉盒里的金色龙毛立刻像受到了召唤一样飞回了我的手里，拿我掉的一根毛当宝贝，还想杀人越货。北海龙王，你这买卖做得挺黑。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连磕头，神尊饶命，神尊饶命啊！小龙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神尊和这位公子。小龙该死，刚才还一口一个庶子小儿，现在直接改口叫公子了，这变脸速度不去四川学川剧真是屈才了。沈长渊擦掉嘴角的血迹，缓步走到我身边，他看着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老龙王，又看了看我，眼底闪过一丝只有我能懂的温柔笑意。我知道他在笑什么，他在笑我护短的护得极其嚣张。老板，你刚才说要他3样东西是吧？我转头看向沈长渊，沈长渊点了点头，镇海神铁、万年化形草，还有这些夜明珠。我摸了摸下巴，既然他刚才想杀我们，那这3样东西就当是精神损失费了。我低头看向老龙王，似笑非笑。龙王，你说呢？给。小龙这就去拿。老龙王哪敢说个不字，连滚带爬的跑去宝库开门了。至于大殿墙上那些夜明珠，都不用老龙王动手，我直接一挥手，几百颗极品夜明珠像下雨一样，哗啦啦全飞进了沈长渊的空间戒指里。看着空荡荡的墙壁，老龙王的心在滴血，但他还得硬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神尊、公子二位还满意吗？勉勉强强吧。我拍了拍手，准备叫沈长渊撤退。就在这时，我的目光突然落在了老龙王身后的一个极其隐蔽的小侧门上，那里隐隐透出一股微弱但极其精纯的灵气波动。等等，我指了指那个方向，那里面是什么？你这老东西藏得这么深，里面绝对有大货，走看看去。我不顾老龙王的阻拦，直接一脚踹开了侧门的禁制。进去一看，我和沈长渊同时倒吸了一口凉气。好家伙，这哪是库房，这是个兵器库啊！里面密密麻麻的堆满了各种流光溢彩的法宝、飞剑、战甲，随便拿出去一件都能在修仙界引起血雨腥风。而在库房的最中央，悬浮着一把极其古朴、散发着惊天杀气的暗金色长剑，剑身上雕刻着极其繁复的魔纹，隐隐有龙吟之声传出。这时，沈长渊的目光瞬间被那把剑吸引了过去，他体内的雷系灵力仿佛产生了某种共鸣，甚至连他手里的黑木剑都在微微颤抖。老龙王绝望地瘫倒在地，完了，全完了！那是我北海镇宫之宝——上古魔剑渊龙啊！上古魔剑渊龙，我脑子里嗡的一声，瞬间想起了原著里的设定，这不是后期沈长渊彻底黑化成魔尊时使用的本命神兵吗？原著里，沈长渊是在500年后率领魔族大军踏平北海时才得到了这把绝世魔剑，没想到今天被我们误打误撞提前截胡了。沈长渊像着了魔一样，缓缓走向那把剑。当他的手握住剑柄的瞬间，铮一声高亢的龙吟响彻整个海底，暗金色的魔纹瞬间沿着沈长渊的手臂蔓延。
与他眉心的红莲印记遥相呼应，极其恐怖的魔威混合着天劫雷霆轰然爆发，在场的所有海族，包括老龙王在内，被这股威压直接震得昏死了过去。我紧张地看着沈长渊，这魔剑杀气太重，他现在才是筑基巅峰，万一被魔气反噬，提前黑化暴走怎么办？沈长渊，我大喊一声，沈长渊猛地转过头，那双原本清澈的黑色眼眸，此时已经被浓烈的血红色填满。他看着我，嘴角勾起一抹极其妖异嗜血的笑容。坏了，这小子果然被魔剑影响了心智。我正准备冲过去给他2巴掌清醒一下，他突然一把将我拉入怀中，一只手紧紧握着那把绝世魔剑，另一只手极其霸道地扣住我的后脑勺。血红色的眼眸里没有对杀戮的渴望，只有对我的极其疯狂的偏执的占有欲。拜拜。他声音低沉沙哑，带着魔性的诱惑。有了这把剑以后，谁再敢看你一眼，我就挖了他的眼睛，好不好？好不好？沈长渊血红色的眼眸紧紧盯着我，带着近乎病态的占有欲。好你个大头鬼啊！老娘辛辛苦苦把你往阳光大男孩的方向培养，你摸了把剑就想回去当黑化疯批？谁看我一眼你就挖谁眼睛？那我以后还怎么上街买烤冷面吃？啪！我毫不犹豫，反手就是一个响亮的大逼兜，狠狠抽在他那张妖异俊美的脸上。清脆的巴掌声在安静的宝库里回荡。沈长渊被我打得偏过头去，连带着那把狂躁的上古魔剑渊龙都跟着嗡地哆嗦了一下。他愣住了，摆你个头！我一把夺过他手里的渊龙剑，这破剑还想反抗，剑身喷出一股魔气想烫我，给我老实点！我掌心直接爆发出极其炽热的涅槃神火，狠狠一捏，击！魔剑发出一声类似于杀猪般的惨叫，剑身上的魔纹瞬间暗淡下去，乖得像只被淹了的哈士奇。上古魔剑又怎样？老娘可是上古神兽，论辈分，你还得叫我一声姑奶。沈长渊，我警告你，以后少给我整这些疯批病娇的台词。老娘是9天玄凤，天天被人看怎么了？那是他们有眼光，你要是敢出去随便乱挖别人的眼睛，败坏了咱们雌雄双煞的名声，老娘就先把你这双招蜂引蝶的眼睛给挖了，听见没有？沈长渊捂着被打红的半边脸，非但没有生气，他看着我气呼呼的样子，眼底最后一丝魔气彻底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极其浓烈的温柔和笑意。他极其顺从的低头认错，我错了，拜拜，以后都听你的，谁看你我就给他们鼓掌。噗，这画面太美，我不敢看。一个冷酷无情的大魔尊站在大街上给路人鼓掌，这是什么极其诡异的沙雕行为艺术啊！我绷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算了算了，自家养的饭票除了宠着还能咋地？赶紧把这库房里的好东西都收了，那老泥鳅快醒了。沈长渊点点头，手一挥，直接把整个兵器库搬空了，连墙皮上镶嵌的金箔都没放过。大魔尊的执行力就是这么可怕。我们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北海龙宫，走的时候老龙王还在地上口吐白沫，等他醒来发现自己的宝库比脸还干净，估计得连哭3天3夜回到陆地上。我伸了个懒腰，看着鼓鼓囊囊的空间戒指，心里美滋滋。老板，咱们现在有钱有装备，接下来去哪儿潇洒？沈长渊抚摸着已经完全认主、被封印了魔气的渊龙剑，目光深邃地看向9天之上。拜拜，这人界已经没什么好抢好历练的了，我想去天庭看看。去天庭，我吓了一跳。原著里沈长渊可是把修仙界杀穿了之后才杀上天庭，跟满天神佛打得天崩地裂的。现在去天庭，咱们这不是去送菜吗？你疯了！我赶紧摸摸他的额头，天庭上可是有9霄大帝王母，还有10万天兵天将，咱们去那儿干嘛？沈长渊抓住我的手，放在唇边轻轻吻了一下，去给你抢一个神位。他眼神极其认真，你是上古9天玄凤，本就该受万仙朝拜，怎么能跟着我在人间四处漂泊？而且他眼底闪过一丝金光，我听说天庭的蟠桃园和太清道祖的兜率宫里宝贝更多，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吧？原来大魔王不仅想整顿修仙界，还想去整顿天庭的职场啊！不过一想到传说中又大又甜的蟠桃，还有那些能起死回生的金丹，我可耻的心动了。好，咱们去天庭当公务员。几天后，南天门外，因为我散发着极其纯正的上古神兽气息，直接把我们恭恭敬敬地请了进去。不仅如此，9霄大帝得知有上古9天玄凤出世，还带着一个天资卓越的雷系天才，他根本不知道这是未来的大反派，极其高兴，当场就在凌霄宝殿上给了我们封号，封9天玄凤为震天神尊，赐神尊府邸一座，封沈长渊为荡魔先锋，负责清剿下界妖魔。不错不错，一上来就分房分工作，天庭的待遇可以啊！我美滋滋的谢了恩，领着沈长渊去了我们的大别墅。然而打工人的宿命，即使到了天庭也逃不掉。第二天一早，我还躺在极其舒服的云水床上做美梦，咚咚咚，一阵极其粗鲁的敲门声把我吵醒。震天神尊，神尊醒了吗？我揉着鸡窝头，极其暴躁地拉开门，只见一个长得白白净净、胖乎乎的神仙正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把9齿钉耙。你谁啊？大清早的叫魂啊！胖神仙笑眯眯地拱手，在下朱胖胖，9霄大帝有旨，令神尊即刻前往天河协
协助在下梳理天河水脉。朱胖胖，不是九霄大帝，你大爷的！老娘是九天玄凤，属火的，你让我去管天河的水，这不是专业极其不对口吗？我气得想当场喷火把这头猪烤了。沈长渊不知道从哪端出一盘刚做好的鲜露糕点，一边极其自然地塞进我嘴里，一边冷冷地瞥了朱胖胖一眼。这位大魔先锋，你这是干什么？白白不喜欢早起。沈长渊面无表情地说：“你再敢敲门，我就把你的钉耙折断。”朱胖胖咽了口唾沫，不敢吱声了。我嚼着糕点，气也消了一大半。算了，去看看吧，就当是去天庭第一天打卡上班了。来到天河，这哪是天河，这简直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啊！